日前，作为海军第4代驱逐舰的05型万吨大驱3舰同框尤为引发关注。拉萨舰、鞍山舰、无锡舰在黄海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实战演练。这些万吨级的这个作战舰艇呢，都是新建造的，说明我们新型的装备、信息化的装备呢，也在快速的增加和发展。因为海军战略现在已经从近海防御改变到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。既然你要出远海，那显然这个吨位大的舰艇，作战性能强的舰艇和这种信息化程度高的舰艇，就更有利于完成这样的任务。在演练中，主副炮连续开火，海面、岸上、空中的多批次目标被顺利摧毁。我们紧贴舰艇未来作战任务，紧盯新质战能力生成的重点难点，突出实战背景，立足复杂环境，努力提升平台整体作战水平。分析指出，这次演练具有很强的实战性。虽然现代战争注重超视距作战，舰艇主副炮仍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。比如主炮对海面的某些目标，对岸上比如说这个抢滩登陆两栖部队登陆的时候，对这个敌方岸上目标的一些精确的打击，也是对登陆部队的一个支援。副炮咱们大多数看的是那种就是一个转管打的，就是这个射速很高的那种炮那种炮一般来说是作为反导用，比如说防空导弹拦截不掉的话，那么最后就凭这个副炮，因为它是30毫米口径的炮，要么是这个7管，要么11管，加特林转管炮，它转着打，然后每分钟好几千发弹，打出一个弹幕来，然后把对方的导弹拦截掉。3艘05型万吨大驱同框画面彰显人民海军不断强大，让国人振奋。据公开报道显示，目前已经有5艘05型驱逐舰入列人民海军。那么05型导弹驱逐舰都有哪些杀手锏呢？如何充当航母编队最强带刀侍卫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硬件条件。055的满载排水量达到约1.2万吨，相当于2艘052C 满载排水量之和。从外形上看，055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，大量雷达和电子设备集成于桅杆，使得全舰显得异常简洁，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，大幅提升隐身性能。所以05尽管看起来舰体庞大，其隐身性能却超过了比它小一圈的052型驱逐舰。而大吨位给05带来诸多好处，可以装备更多的防空、反导、反舰、反潜武器，整艘舰的综合作战火力可以说相当强大。从之前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，055上垂直发射单元有112个，使用的是一款通用的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，并且实现了冷热共架发射，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装载多种尺寸、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，能够按照任务的不同，灵活选择弹药配载方式，实现攻防兼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驱逐舰的战力强弱。以防空作战来推演，如果对手出动一个4机编队，每机携带2发反舰导弹实施空中突袭，考虑到在实战中不可能以1:1的比例发射拦截弹，针对每一枚来袭导弹都要发射多枚拦截弹。要想同时拦截这8枚导弹，起码要发射20-30枚拦截弹。那这样算的话，只安装有64个垂发单元的驱逐舰，可能2个波次下来，弹药就打光了。而05则可以抵挡4到5波次的攻击，有着更强的编队防空能力，能够为编队撑起有力的防空保护伞。除此之外，05还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、火箭升弹装置以及双机库，飞行甲板也更宽更长，能够更好地支持舰载直升机的起降。因此，05的综合反潜能力，特别是远程航空反潜能力，是目前海军驱护舰里面最强的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流水平。尤为值得指出的是，05还拥有世界先进的指挥、通联和传感器系统，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空监视、空情保障和通联引导能力。如果将05编入航母编队中，能够作为防空指挥舰，为航空母舰分担很大的指挥压力。比如在防空作战时，可以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，并且迅速告知其他舰机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，充当编队中最强大脑的角色。从官方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，各艘05官兵接装之后，接连出海展开高强度操练，已经快速形成战斗力，成为人民海军新质战斗力。